近日，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印太计划主任葛莱仪等人赴台，与蔡英文、赖清德等人会面。去年岛内2项选举前夕，葛莱仪曾经呼吁赖清德冻结台独党纲。那么这次葛莱仪到台湾是为何而来呢？ 这个代表团主要成员来自几家知名智库机构，包括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印太计划主任葛莱仪、欧亚集团中国事务执行理事华自强、美国企业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库柏，以及战略及国际研究中心费和中国研究讲座主任白明。葛莱仪声称，相信下一任台湾地区领导人能够让所谓美台关系继续坚若磐石。11号，蔡英文与美国学者代表团见面。13号，赖清德也与他们见面。赖清德声称，上任后将维持所谓台海和平现状，提升所谓印太和平稳定。事实上，在岛内选举的冲刺阶段，赖清德就曾表达过类似观点。对此，有分析指出，赖清德的这番话术只不过是借此粉饰自己的台独底色，尽可能骗取选票。其次，曾有美国智库报告将赖清德列为危险人物，他想借此消除美方的疑虑，以获得美国的支持。代表团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美国学者葛莱仪。他曾于去年台湾地区选举前夕，与另外2名美国知名学者联名在美国外交事务期刊发表文章，施压赖清德若胜出，就应考虑冻结台独党纲，让其声称的维持现状更具分量和可信度。所谓台独党纲，是指民进党于1991年通过包含台独条款的党纲修正案。因此，在赖清德胜出后，葛莱仪此访备受外界关注。 我觉得他访问台湾，在某种程度上讲，其实也是向赖清德传递相应的信息，希望赖清德能够落实他在选前进行相应的承诺。美国也比较担心赖清德在选后进行所谓的暴走。 有台媒观察指出，葛莱仪一行也是美国考察赖清德的手段。距正式接任还有2个多月，赖清德正在试图取得美国的信任，其中表现之一就是他多次表态将延续所谓蔡英文路线，而他的行政团队也大概率留任蔡英文团队中的一些核心官员。厦门大学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刘国生对深圳卫视分析，目前拜登政府正处在内外交困的状态，一定会不断释出各方面的信息，防止民进党当局的政策暴冲。 尤其要防止赖清德破坏拜登竞选连任。民进党方面在与美方的沟通过程当中，他其实非常弱势，因为他们筹码是非常有限的。在大多数的情况之下，他们只能看美方的脸色行事。香港中评社的评论指出，毫无疑问，这些年由于台独猖獗、外力介入，两岸关系复杂严峻，台海局势动荡不安。赖清德将上台执政，两岸关系面临新的考验。大陆经常指出，台独势力勾连外部势力，不断进行台独挑衅，是造成当前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根源。唯有台独停止挑衅，台海紧张情势才可能不再持续升高或出现任何违常情况。中评社质问：民进党当局做得到吗？我相信赖清德当局在两岸关系问题上，他们是不敢有大的这种暴冲的一个行动。他们在两岸关系这个议题上必须要谨小慎微，否则的话，以中国大陆目前的能量、目前的准备，一定会针锋相对，让台湾当局在两岸关系的问题上会吃尽苦头，以后他们会被限制的越来越困难。19年前的3月14号，第10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3次会议高票通过《反分裂国家法》，打击台独有了法律利剑。近年来，台独加速勾连外部势力，值得高度警惕。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军事顾问已经开始常驻台湾地区金门和澎湖的2栖指挥中心。岛内一些媒体还爆料称，去年12月发生在澎湖马公市的斗殴案中，3名嫌疑人高度疑似美军特种部队官兵。美国军事新闻网站 SOFRAP 近日报道称，根据美国2023财年国防授权法条款，美国军事顾问已开始常驻金门与澎湖的2栖指挥中心。他们的任务涉及与台军所谓精锐部队定期进行训练演习。在这项合作中，美陆军特种部队协助训练台陆军使用黑色大黄蜂微型无人机。这项合作也延伸到拟定操作指南与训练手册。美国在2023财年国防授权法中勾勒了部署美国人员到中国台湾地区的架构，主要着重军事训练，但尚未立即有文官进驻的规划。
报告显示，将有越来越多的美国特种作战部队联络组人员驻扎台湾。公开资料显示，目前约有3000名台军官兵在金门驻扎，其最重型火力为每支240毫米榴弹炮。部署在澎湖的台海军部队则包括第146舰队和海锋大队第6中队。第146舰队集中了台海军现役10艘成功导弹护卫舰，重点负责台湾海峡的侦察巡逻任务。分析认为，如果美军军事顾问永久驻扎金门、澎湖2栖营，预计后续美制装备也将会陆续抵达，数量最多可达8万套以上。曾任金门县长的李柱峰表示，金门过去是战地，饱受战火摧残，如今好不容易解除战地政务，并且在常年推进两岸交流的努力下，促成金厦共同生活圈，不希望任何带有战争的因子再现于金门。李柱峰认为，金门、澎湖等离岛的地方官员、民意代表对于美军人员进驻相关消息，应该要抽丝剥茧去厘清真相。倘若台当局举措影响到地方区域的稳定性，就必须适可而止，以维护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柯文哲领导的民众党也对此表示赞同。去年底，柯文哲还到金门拉票助选。不应该有任何的对于两岸关系有任何的冲击或挑衅的行为，同时也要能够在两岸关系里面能够有沟通的能力，才能确保台湾的和平。美媒主动曝光的这一消息也牵出更多的美军已经进入台湾的消息，其中一则旧闻受到岛内舆论高度关注。据报道，去年12月25号晚上，3名美籍壮汉在台湾澎湖马公市与当地群众发生摩擦，遭到吕姓男子等3人殴打。近日，当地澎湖地方法院结案，判处吕某3人各有期徒刑6个月，以缴纳罚金刑事执行。根据台媒描述，事发当晚，这3名美国男子正前往马公市麦当劳大厦一家提供色情服务的越南店消费，在楼梯口和3名醉酒的当地男子发生碰撞，随后双方爆发冲突。据台媒称，3名当地男子先是徒手发起进攻，随后其中1人手持灭火器和木椅与3名美国男子对打，导致其中1名美国男子头部受伤。蹊跷的是，虽然3名美国人挨打且有人受伤，但他们罕见主动要求息事宁人，表示其身份敏感，不愿对伤人者提起诉讼。随后他们表示自己是美国在台协会的雇员，但台媒爆料称，这3个美国人实际身份为美军特种部队派驻当地协助台军训练的特种作战教官，且相当年轻，个个体格非常粗壮，体能也很高。岛内也有观察认为，3名美国人身份的暴露，表明美国介入台海事务越来越深，纸包不住火。美国军人在台湾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只不过现在美军的实力简直让人感到怀疑为什么3个人高马大的美国这个美军打不赢喝醉酒的台湾人，这一点让人感到非常的怀疑。不过呢，不管怎么说，这件事情说明了一件事情，这个美国介入台海的事务越来越深，嘴巴说一套，暗地里呢做一套。现在连暗地都不用了直接呢就派美国的人过来训练台湾的部队。1979年，美国宣布与台湾地区断绝官方关系，并与中国大陆建交。但几十年来，岛内媒体不时曝光美军在当地的存在。早年的时候，台当局还将相关新闻压下不报道。但近年来，民进党当局选择无意间透露相关消息，以给自己壮胆。其中包括蔡英文2020年在乐山雷达站参观时，媒体发布的一张照片就出现了高度疑似美军方人员。此外，2021年，一名台军士兵还在社交媒体抱怨，前来协训的美军人员获得瓶装牛奶的待遇，但台军士兵却沦为2等公民，只获配发冲泡奶粉，无意间泄露美军方人员在台军执行任务的具体内容。还有岛内媒体报道称，上述人员许多都是以退役美军人员的身份赴台执行任务，但岛内也有正规的美军士兵，包括给美国在台协会办公楼站岗的美军特战人员。据《华尔街日报》此前披露，2010年左右在台美军人数在10人左右，2020年增加到20人。2021年，美国大幅增加赴台美军士兵人数，达到32人。据报道，未来还将进一步增加。他们是在对台湾的这个特种部队如何教授他们这种应该说台湾的这个军方最欠缺的所谓叫驻民地战斗。驻民地战斗的意思呢，就是它本身就是类似像我们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名词叫巷战。但是我个人认为这种部分对于提升台湾民众安全感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副研究员刘旷宇认为，台湾邀请美军协训是引狼入室，美军对台湾只有利用，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加强对台湾军事防卫等的控制，在关键时候让台湾充当炮灰。那么实际上
说白了，就是还是要让台湾的军民去充当美国在台海、在西太平洋战略利益的这样一个炮灰。那么他打的幌子给了台湾一个诱饵，或者说这样一个旗号，是所谓的要把台军纳入到美国的这样一个防务或者说作战体系之中，成为一种所谓的联合作战。但实际上我们看到这一天，它却永远不可能到来。对于美国和台湾地区军事勾连挑战中方底线，制造危机，拱火台海，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13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指出，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我们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规定，将不支持台独的承诺落到实处，停止武装台湾，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